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说装修的小李哥。最近几年，越来越多人一提到要换装木地板，直接就联想到超耐磨地板。小李哥统计了一下自己的客户，最近2年居然有高达80%的客人都选用了超耐磨地板。到底什么是超耐磨地板？超耐磨地板又有什么迷人之处？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。喜欢房屋装修或是加拿大生活相关主题的朋友，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才不会错过任何精彩的影片哦。小李哥在这里就先感谢大家的支持咯。好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现在就开始今天的影片吧。超耐磨地板英文的名称叫做 Laminate Floor， 也常有人叫它强化地板。今天我们就简称它为强化地板吧。对比强化地板，传统直接加工木材所做成的木地板，今天我们就把它通称为实木地板。要介绍强化地板，就不能不提到刨花板。刨花板也有人叫做甘蔗板，就是把木材的边角料打碎成细小的颗粒，混入胶水以及塑化剂，再经过机器加压合成的再生板材。具体是什么时候发明的已经不可考了。记录上是德国人 Max Himmelheber 取得了第一个生产专利。当时正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，整个欧洲都需要重建，尤其是战败的德国，物资缺乏，通货膨胀，便宜好加工的刨花板就成了当时最合适的建材。德国在希特勒上台之后，大力的推动工业以及基础的建设，刨花板也是在这时候外销到了欧洲各国。在另外一头北欧的瑞典，也借着传统木业大国的优势，成了另一个刨花板生产的大国。这也一并催生了现在世界上最大的家具公司 IKEA。 在刨花板进化的道路上，我们发现板材的压合密度会直接影响到材料的机械性能、耐水性以及尺寸的稳定性。用一句话简单的说，就是材料压得越紧，板子就会越坚固。在1966年之后， MDF、HDF 相继在市场上就出现了。MDF 适合做家具， HDF 具有更高的强度、更好的耐水性，这就是很棒的地板材料了。今天我们的主角强化地板，就是使用 HDF 为基底，表面在热压贴合硬化过的印刷美耐板所做成的。简单的说，强化地板就是地板世界的科技与狠活，用回收的材料再加工成可用的建材。我知道这样比喻怪怪的，但是如果可以减少资源的浪费，又能满足市场的需求，还不会影响到使用者的健康，那就是一个造福世界的好发明。您说是吗？强化地板主要的成分就是木屑、纸浆、胶合剂以及塑化剂。说白了就是木材加工的边角料和便宜的石化合成材料。所以强化地板最大的优点就是价格非常的亲民。强化地板到底有多便宜呢？这么说吧，最高档最贵的强化地板价格还是比最基础的实木地板便宜。小李哥根据市场价格的中位数整理了一个表格，大家可以实际的比较一下哦。强化地板是用卡扣的方式来拼合，不用打钉，也不用上胶，施工相对的快速简单，安装工资当然也就比较便宜。同样的，我也列了一份表格给大家参考，这只是让大家好比较工资的差异。不同的师傅还会依照个人的能力与经验，以及对现场工作的难度来决定报价。我们还是要尊重每一位师傅的专业能力哦。不过整体来说，强化地板的安装费用比实木地板真的低很多，施工期也是最短的。强化地板的表面是一层硬化过的硬刮美耐板，也就是说，强化地板的纹路和花色是用电脑压印上去的。现在电脑的打印技术很进步，只有你想不到，没有电脑印不出来的花色。所以强化地板有各种不同的花纹，可以满足各种风格的房屋设计。只要你肯多跑几家材料商，一定可以找到你喜欢的样式，而且大多数都会有现货供应哦。顾名思义，超耐磨地板就是超耐磨。目前市面上的强化地板至少都是欧规的 AC3 起跳。AC3 有多硬呢？
我们用比较具象的方式来表达，就是用手拿着钥匙来刮也不会有问题。木地板的3大杀手：宠物的爪、椅子的脚和小孩的玩具，强化地板当然也都能够扛住。另外，除了耐磨，还有一个优点比较容易被人忽略，就是耐冲击的能力。说白话一点，就是如果东西从高处掉落，木地板是不是容易被砸伤？强化地板的抗砸能力比实木地板强大不少。简单的用2句话来总结强化地板的优点，就是便宜、抗皱、花色又多，居家商业都很合适。性价比这么高的商品，怪不得能大量的取代实木地板，成为近20年市场的主流。另外，如果您家中的暖气是使用地暖系统，强化地板的导热能力也比实木地板好很多。不过导热能力好可以是优点，也可以是缺点，这一点我先卖个关子，待会我会再慢慢分析给大家听哦。强化地板的颜色和纹路本来就是电脑的作品，和天然的木纹比起来，目前还是只能做到87分像。基本款的强化地板只会在美耐板上压上直纹来防滑，甚至不压纹路。比较讲究一点的凹凸的纹路会和表面的图案一致，比较仿真一些。但是假的还是真不了啦，这和天然木纹的质感还是一定没法比的。一般木材的纤维之间有空隙，这种空隙就会造成木材的导热慢，隔热能力也不错。所以呢，当皮肤接触到木材的时候，温度不会立刻传到木头上。这就是为什么木头总是给人一股温暖的感觉。刚才小李哥在前一段影片中有说到，强化地板的密度大，导热快。如果房子装的是地暖系统，温度一下子就从地面传上来了，这样可以节省不少的瓦斯费。但是反过来说，如果地面的温度比较低，我们皮肤的温度也很容易传导到地面，我们就会感觉比较冰冷。加上强化地板的硬度很高，和实木地板踩起来有一点弹性的脚感是不同的，所以呢，强化地板会给人一股坚硬冰冷的感觉。与之相比呢，实木地板踩起来还是比较温暖舒服的。在建材当中添加甲醛，主要的目的是为了防腐。属于再生合成材料的强化地板，木料的纤维是压合密封在胶化剂当中，理论上是不需要添加这么多甲醛来防腐的。以在加拿大贩售的强化地板来说，至少要符合 VOC 10000以下的标准，这样的甲醛释放量是远远低于实木地板的。而且实木地板的上市规定相对比较宽松，商品呢也不用强制的送检。所以这样说来，强化地板虽然做不到零甲醛，但是在国家标准的监督之下，你买到商品相对会有保障许多。强化地板怕水，这是很多人的固有观念，但在现今的技术水平之下，这种想法已经可以说是一种偏见。首先我们要反过来想一件事，难道实木地板都不怕水吗？我们都知道木头只要遇上水，表面会脱漆，材料会膨胀变形，久了之后还会发霉。其实木头本身都是怕水的，只是在早期呢，我们可以经过打磨，重新染色，重新上保护漆，来修复受损的木地板。但在人工成本以及环保意识上涨的现代，几乎找不到师傅愿意冒着中毒的风险，在室内使用木头的染料以及保护漆。就算有，施工成本也会非常的高。我们换个角度来想，你施工完也要花一段时间来让这些有毒气体挥发出去，房子也才能安全住人。所以呢，小李哥遇到大多数的客人，最后比一比，想一想，还是选择更换地板，而不是维修地板。所以呢，实木地板比较耐水的这一种说法，早就已经不成立了。另一头，我们来说说超耐磨地板在防水方面的进步。前面说到超耐磨地板的基材就是 HDF， 所有的合成密度板，只要内部的木质纤维吸了水，就会发生膨胀，进而破坏板材本身的结构。这种破坏呢是无法复原的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那种强化地板怕水的刻板印象。但是现在加工技术的进步，我们可以透过增加板材的密度，
来降低纤维的吸水率。我们也可以透过做好表面隔绝，来防止水分和水汽的接触。以品质比较好的德国地板为例，基本上呢都有48小时的防水认证，好一点的呢还能做到100个小时的防水。所以在生活上不小心洒到地板上的水，或是擦地板的水，甚至清洁剂，都不会伤害到强化地板。我们试着设想一个最极端的状况，如果有一天呢，房子不小心因为进水管破裂发生了大漏水，把室内的地板都淹了，你会觉得是实木地板，还是有48小时防水认证的超耐磨地板比较有机会活下来？欢迎您在下方留言分享一下你的想法哦。目前全世界 HDF 板材的领域当中，技术最领先的还是德国以及瑞典，尤其是生产强化地板用的加工机械，就算不是德国生产的，也都使用了德国生产的相关零部件，所以在市面上还是以欧洲生产的强化地板品质比较好。选择强化地板，你要在意的是密度，不是厚度。有些厂商因为技术的瓶颈，在无法有效的增加板材密度的情况之下，只好用增加厚度的方法来增加地板的强度。这样的方法不是不行，只不过就算强度达标了，密度不够的板子耐水性还是会打一些折扣，抗冲击能力也会比较差一些。这一点就是德国强化地板的强项了。一般来说，厚度10毫米的德国地板就能做到其他地板12毫米的强度。高密度所带来的耐水性以及耐用性，也是其他地板所比不上的。在表面的耐磨系数上，如果您是一般家庭使用， AC3 就十分够用了。如果你家中有宠物，最多用到 AC4， 不一定要追求超高耐磨。AC5 以上的地板其实是设计给人来人往的商业空间使用的。就算您习惯穿着室外鞋在家中走来走去， AC3、AC4 的地板都已经很够用了。还有一点是大家比较容易忽略的，就是地板的加工精度。超耐磨地板是用卡扣安装的，卡扣如果做的精度不足，咬合不好，用了一阵子之后就容易位移开缝，水分呢也容易渗进去底板。我们都知道，木地板一旦这样，基本上就是废了。您可以向厂商拿2片 sample 自己拼接一下，从侧面呢看一下拼接的剖面是不是密合，再拉一下2片板子。正常的卡扣呢应该是手拉不开的。最后呢可以再滴一些水在卡扣接合的地方，过几分钟看一下水会不会渗进去。在购买之前一定要确认一下卡扣的品质是否过关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个常见的误会，小李哥一定要帮大家澄清一下。最近几年有一种新材质的地板很红，就是 SPC 实树地板。网络上有不少的帖子都用防水的强化地板来下标 SPC 地板，我只能说这个标下的极具煽动力，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擦边球。SPC 地板是100%防水没有错啦，但是呢，它和强化地板是完全不同的2种东西。不只是材料特性不同，两者适合安装的场合也是完全不同的。SPC 其实只适合安装在像浴室啊、厨房啊这些面积小又需要防水的区域，并不能完全取代强化地板。这么说吧，如果呢你使用 SPC 作为家中地板的主材料，是有极大的几率会翻车的。今天的影片篇幅有限，这里我先留个悬念，下一集呢我再专门来谈谈 SPC 实树地板。关于强化地板，小李哥就先介绍到这边。如果你喜欢这一集的内容，请您帮我点个赞，并且分享给您的好朋友。最后，小李哥提一个问题给大家脑力激荡一下：中密度板适合做家具，高密度板适合做地板。既然高密度板又硬又防水，每一项的纸面数据都比中密度板更好，那为什么也不拿来做家具呢？欢迎您在下方留下您的想法，和大家一起讨论哦。祝大家平安喜乐，我们下一集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